但张地主家确实是今儿一早才准备的亲事。什么？大娘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，谢谢你了啊。洋洋，大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的？出什么事了？我这上午有事情要去西郊大营，结果那边路塌方了，我就从这边绕了过来。本来是不从村里过的，听到有几个小孩在那说，刚来个戴金色面具的小姑娘，门口还拴着匹大马。我听着不太对劲，就问了一下绕过来看看，没想到真的是你。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我路过这里，刚有个大娘跟我说，他们村那个张地主家强抢民女，正在给傻儿子办亲事，我得去看看。哎呀，大哥，来不及了，我等会儿再跟你解释啊。新娘子，新娘子。哎呦，新郎官别急呀，咱们先拜堂，拜完堂才能领新娘子入洞房呢，听见没有？好，好，新娘子入洞房，入洞房。何人敢在我家里捣乱啊？给我抓起来，抓起来送官府！住手！你是什么人？你想干什么？放开我儿子！林说，陆姑娘，快去救救我们县主！县主被他们关在了地窖里。走，带路！你敢说你不认路，我就弄死你！哎呦，认，我带你去。洋洋，我没脸见人了。哎呀，你别弄脏我衣服，真的已经够脏了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嫌弃我？我没脸活了。看来精神还不错嘛。离端县主僵住，像是在思索自己是不是要应景的晕一晕。县主，属下护主不力，请县主责罚。你们起来吧，也不怪你们。要不是他执意非得冒雨绕路，也不会遇见这种事儿。对了，这家人简直土匪，胆大包天，连本县主都敢抢，气死我了！你现在立刻去过去喊人过来，我饶不了他们，简直岂有此理！我要让舅舅砍了他们！贵人饶命！贵人饶命！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贵人饶命啊！你现在知道喊饶命了？昨晚上是谁给你的胆子，连本县主都敢骗，气死我了！我今天非得砍了他们祖宗18代不可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揍他！敢绑我！哼，让你仗势欺人，大坏蛋！还有他那傻儿子呢！我呸！就他那傻儿子还想娶妻，傻子还要传宗接代，再生一我傻子吗？别霍霍人了，气死我了！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不然我……洋洋，把人拉下去，废了，然后送到官府，依法论处。是。县主，强抢民女是重罪，此事官府一定会秉公处理，还请县主原谅我等越俎代庖。没有，盛大哥处理得很好，谢谢盛大哥。今天要不是你跟泱泱，我肯定完蛋了。离端县主听到他说要把那2个人废了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星星眼了，哪里还在意他怎么处理。时候也不早了，县主，你要去哪里？我送你们过去。大哥，你有事要忙你就先走吧，我带县主走就可以了。我们去青莲观，长公主在那里，县主要去找长公主。好，那正好顺路，我去西郊大营，走吧。好。你大哥对你可真好，你还没有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呢？你怎么就差点被人绑去拜堂了？你可别提了，我真是倒霉透了都。我这不昨天白等了，才知道我娘竟然来了青莲观，我就着急过来找她，结果下山没多久就碰上暴雨，路都塌了。我这不死心嘛，就想着抄小路，谁知道刚走到这村子附近就掉进泥坑了，惊了马跑了。当时眼看没办法，刚好这附近有个村子，我就想着找一家过来投宿一晚，等雨停了再赶路。谁知道看着这家最气败，结果进去就被人下了迷药，想让我嫁给他们家傻儿子。
我就灵机一动，说我不孕不育，是去7连冠求药的。他们不太信，林霜就跳出来说她可以嫁，我使眼色说去拖住他们，然后我就被扔地窖去了。他们就把林霜给收拾打扮，说一大早就要办婚事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不然我跟林霜可就要完蛋了。洋洋，我可太爱你了，不然将来你把我给娶了吧。你可真行。洋洋，我这形象是不是算彻底毁了？你在乎这个？我也是要脸面的啊。你说你来救我，怎么还带上盛大哥？我现在都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。我难道就不能留个好印象吗？怎么总是这么狼狈？要不是大哥来，我要救出你去，可能就得先把他们那110号人给揍一顿，才能把你给带走了。哎，这种村里有点势力的最是麻烦。为了防止出事，通常这种事就是一不做二不休。我要不是还算有几分力气，我可不敢单枪匹马去救人。你就谢天谢地吧。我就是随便说说的嘛，你要是没来救我，我都不知道还会怎么样。哎呀，你说话正常点儿。好，那我们赶紧上山去找我娘吧。盛大哥又帮了我一回，我可一定要帮他弄清楚那个薛婉宁是怎么回事。娘，我今天真是太倒霉了，娘。快给我拦住他！娘，你嫌弃我？离呀，你就说吧，你这样子扑过来合适吗？我这刚换的衣服，你该不会跳泥坑去了吧？娘，我带我新交的朋友过来跟你认识呢。快带他去换衣服。是泱泱吧？小黎第一天见你就同我提过好多次，果然是个可爱的小姑娘。你这衣服是被小黎弄脏的吧？你同她一起去换衣服，我叫人给你们准备午膳。泱泱见过长公主。好了，起来吧，别这么多礼，快去换衣服，一会儿咱们再聊。陆泱泱只得先跟着离端县主一起先去换了身衣服再出来。这么看倒像是一对姐妹花，泱泱日后多来家里玩。谢谢长公主。哎呀娘，我有正事儿，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什么重要的事啊？又是关于盛君瑶的？娘，说正事儿呢。你知不知道盛大哥的未婚妻就是薛婉宁？他表哥出了什么事儿？你盛大哥的未婚妻薛婉宁的表哥有什么事？小黎啊，我们不是说好了仰慕可以，但不能随意插足吗？你这怎么都打听到人家表哥去了？别跑题，娘，你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？好，你好好说，先说明白怎么回事儿。离端县主想了想，只得把那天在护国寺姻缘村那里看到的事情给说了一遍，还有自己昨天为了来找他，倒霉差点被人给抢了，简直无法无天。泱泱啊，今日真是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还不知道他能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。盛世子既然已经处理了，我就不插手了，待会儿我让人去守着，务必让官府严惩那些人。县主也是为了我大哥的事情才遇到的意外，无论有没有这个事情，遇到有人强民女，我都不会坐视不理的。是小黎太冲动了，一直改不了这个臭毛病，你们不知道也正常。前段时间睦州大水冲垮了堤坝，10几个村镇数万百姓遭难，朝中派人去查，最后发现是堤坝出了问题，有人贪污以次充好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朝中为此已经闹了许久。睦州知府谢征年是薛婉宁嫡亲的舅舅，此事一出啊，睦州一干官员就被下了大狱，也包括谢征年。睦州水灾一事，他身为一州知府，难辞其咎。陛下有意派遣钦差南下调查此案，属于3殿下。薛婉宁应该是听到了风声，特地想法子跑去找他求情的。你们小孩子家的就别管这么多了，朝中的事情很复杂，听一听就行了。你们就算把这件事告诉盛君瑶，他也没有办法帮忙。薛婉宁要是聪明，就安安稳稳地等着嫁进盛国公府，要是执意为了这件事奔走，你们可要让盛君瑶小心了，有的事儿啊牵扯进去，想抽身就难了。陆泱泱忍不住想到梦中大哥的结局，
以及薛婉宁并没有嫁给大哥。明明从前看着毫无关系的事情，一旦牵扯到朝堂，就好像突然变得有关系起来了。那么大哥的死还是意外吗？多谢长公主殿下解惑，我觉得无论如何，我大哥都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县主，我先回去了，我要想想怎么跟大哥说这个事情。哎呀，你怎么要走呀？哎，你等等我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县主，我现在要回圣国公府去。你不是去找盛大哥啊？大哥办事去了，今天未必能赶得上来接我，但他肯定会回府的，我回去等他就好了。那好吧，那我明天再去找你。怎么了？见不到心上人就这么唉声叹气的呀？娘，你干嘛还笑话我？我也着急啊。那薛婉宁去找三表哥求情倒是没什么毛病，可我总是觉得怪怪的，又想不出来是哪里怪。反正就是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劲儿。哟，我们小黎长大了呀，都能察觉到这里不对劲了。娘，那你知道就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我怎么感觉泱泱好像知道了，但是我还不知道啊。你这个朋友倒是蛮有意思的。上次承恩公府寿宴上冯家的事情，多亏了他，是吗？还有阿雀，听说他给阿雀针灸了，他脸上那块面具是阿雀送的吧？能入得了阿雀的眼，确实是个聪明的小姑娘。二表哥送的？二表哥什么时候那么大方？他不是小气的要命吗？入了他私库的东西，一根毛都别想拔出来。我小时候问他要个9连环，他都不肯给我。那是他知道你解不开，觉得给你浪费了。娘，哼，所以小黎啊，想不明白就别费那个脑子了，笨鸟也挺可爱的。那我帮不上忙，我会很生气的。傻孩子，你已经帮了忙了。如果你真的特别不希望你的心上人出事的话，那娘给你出个主意好了。什么主意啊？长公主勾勾手指，示意他凑近一点，然后贴在他的耳边说了一句话。什么？小黎，记住了，有些事情不走寻常路，就会有意外的收获。殿下这几天很忙吗？是有点事。还没恭喜你顺利通过泰明书院的考试。殿下怎么知道我通过了？顾今日让曹公公去打听了一下你的成绩，算学科也是第一，很厉害。要是有人欺负你，也别跟他们客气。那当然了，我还是很有把握的，就是女先生的脸色有点不太好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看我在考场上睡觉，以为我是拿了名帖过去混成绩的。算学科开设以来，各大书院都不算重视，后来泰明书院单独将这一科拎出来教学，是因为算学科的应用十分广泛，但大多数的学子也还是没放在心上，时间久了，去考这一科的人也就少。我也觉得很有用，不然账目都算不清楚，肯定被人坑。说得对。那恭贺你通过书院考试的礼物。礼物？给我的？这真的是送给我的？自然是送你的。陆泱泱有点迫不及待地摘掉脸上的那块面具，将这块蝴蝶面具给换上。怎么样，殿下，好看吗？太子在他摘掉面具的时候，看到他脸上的那块疤痕，眼眸沉了一瞬，但见到他此刻开心的模样，也还是跟着微笑。好看。殿下，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。陆泱泱想了想，他不能把自己做的那个梦告诉太子，笃定明年大哥一定会死，但是他可以倒推，如果薛婉宁搭上了三殿下的路子，那大哥会有危险吗？他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了太子。殿下，如果不阻止大哥娶薛婉宁的话，他会有危险吗？你猜对了，但无论薛婉宁嫁不嫁给阿瑶，都不会影响你这个猜测的结果，因为真正想除掉阿瑶的是老三，不是薛婉宁。薛婉宁想求老三帮忙，他的筹码就是圣国公府的兵权，现在兵权在阿瑶手里，如果阿瑶不妥协，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一个能妥协的人，而这样一来，薛婉宁的筹码就没有了。
这个时候他反而会考虑要不要走这一步棋。所以殿下，你是说现在是如果薛婉宁知道了结果，未必会想嫁进来？他能以此为筹码，就不会想让自己功亏一篑。这个时候嫁给阿瑶，他就会失去很多选择权。他若是甘心如此，就不会想着去求老三了。薛婉宁是个有野心的人，从他去找三殿下帮忙，而不是去找盛君瑶，就能证明这一点。他要的并不只是他舅舅的从轻发落，这只是一个试探，一个讯号。他想要的更多，比如整个圣国公府的权力。那也就是说，只要我想办法让薛婉宁知道三殿下想要大哥死，薛婉宁自己就会毁了这门亲事。陆泱泱还真没从这个角度想过，但太子这么一说，他才反应过来自己忽略的东西。如今想来，三殿下之所以会跟盛云珠成婚，应该就是大哥死后圣国公府全力支持三殿下的结果。原来争权夺势这么残酷吗？害怕了吗？害怕什么？没什么。我就是没想到，原来一件小事的背后会牵扯到那么多，会有那么多隐情。我原来只是想弄清楚薛婉宁跟他表哥有没有私情，希望他不要欺骗大哥而已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，这门婚事其实不是对阿瑶不利的根本原因，你还想要阻止吗？当然要。大哥有自己的选择，他会选择他认为对的事情，为什么要为了薛婉宁的选择陷入两难的境地？不过我会先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哥的，让他自己做决定，这毕竟是他的终身大事。其实你还是不了解阿瑶，你真的以为你为了这件事跑来跑去，还有如你所说，那天他已经知道了薛婉宁跟老三见面的事情，并且他的态度遮遮掩掩，阿瑶会看不出来不对劲吗？姑觉得他应该已经心中有数了。那陆泱泱愣住，他想说，那大哥都知道了，难道还会心甘情愿地被利用吗？难道大哥很喜欢薛婉宁？不过他应当还不知道，有人已经在迫不及待地除掉他了，就连姑也没有想到他会如此的急迫。那殿下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有什么办法能保住大哥吗？我不想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人害死。如果想阻止阿瑶的婚事，就不要告诉他，然后暗示薛婉宁嫁进来以后他什么都得不到，十有八九他会自己想办法退婚，除非他钟情于阿瑶。至于如何阻止老三对阿瑶动手，这件事就交给姑来办。还要多谢你提醒，若不然姑怕是还来不及想到这一层。你很厉害。陆泱泱被他夸的有点不好意思，他哪里是很厉害，他就是做了一个梦，从梦中的结果反推回来，才意识到所谓的大哥战死沙场很有可能是个阴谋，是人为。殿下，去查一查薛婉宁这几日的行踪，重点是有没有去过老三府上。是。离端呐，你这闹也闹够了，该回去了吧？朕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处理，丞相还在等着召见呢。舅舅，舅舅，舅舅。哎呀，好，你说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让朕给你做主，朕也不能好端端的去逼迫人家吧？你说你嫁给谁不好？这谢家，那个谢什么来着？哦，谢六郎，他不过就是个秀才，家里也不清不楚的，如何配得上你呀？我不管，我觉得他配得上，他就配得上。舅舅，你现在就给我赐婚，我非要嫁给他不可。他要是抗旨，你就杀了他全家，诛他九族，我就不信他敢不答应。胡闹！你简直是胡闹！这话也是你能随便说的吗？丰康，你说说，他是不是在给朕这儿无理取闹？陛下，县主就是气着了。咱们县主长得这么如花似玉的，看上那谢六郎是他的福气。就是啊，我要嫁给他，那是他祖宗烧高香了，结果他竟还拒绝我，还为他表妹拒绝我，他
表妹都要嫁人了，马上就要跟盛世子成亲，什么意思啊？他什么意思？是说我比不上他表妹吗？舅舅，你说他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我哪里不如他表妹？他凭什么拒绝我啊？我就是要让他知道，他敢看不上我，我一定要让他好看。哎呀，行，你先别吵，你听朕说。你现在年纪还小，咱们不着急，慢慢挑。你放心，舅舅肯定给你找个好的。这京城这么多青年才俊，你随便挑，舅舅给你做主，行不行？咱们就别死磕这一个不可能的了，好不好？县主啊，您消消气，这千错万错都是那谢六郎的错，他不懂得惜福。县主可千万不要为了这么个人气坏了自个儿的身子，不值当的。咱们县主这么好，玉一样的人儿喜欢您的，那都能排着京城绕他个几十圈了。您啊，就别跟这么个人一般见识。对呀，李端呐，你说你小年纪，不着急啊！过两年你及之后，舅舅说话算话，满京城的才俊让你挑个够，真的君无戏言。你就先回去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不管，舅舅，你现在就给我下旨赐婚，要不然你就把他还有他表妹都给我叫过来，当着您的面，你让他说他喜欢他表妹什么，我差到哪里了？弄不清楚，我今天就不走，我晚上都睡不着觉，我怎么就比他表妹差？哎呀，舅舅，我真的那么不好吗？你也觉得我不好吗？你觉得我比不上他表妹吗？县主哎，您可千万别这么想。那谁，谢六郎的表妹怎么能跟您比呢？您说是不是？真的吗？哎，那是当然，县主金尊玉贵，那谢六郎的表妹无论如何也不能跟您比的。舅舅，那你说呢？朕……皇帝一阵无语，他如何去评价一个臣子的女儿？这真是……果然，连舅舅你都觉得他表妹比我好，所以你不可能给我们赐婚，也不可能把他们叫过来给我评理。我真的好难过，我好惨。我有那么糟糕吗？你们都不喜欢我，我还活着做什么？皇帝的眼皮一抽一抽的。太子殿下到！哎，儿啊，阿雀，你快来，帮爹个忙！你看看离端这闹的，你说话最管用，你赶紧帮朕劝劝。他这不知道是犯了什么咒，非要嫁给什么谢六郎，这不是胡闹吗？朕说他两句，他就蹲这儿哭。哎，舅舅，你嫌弃我，你舅舅嫌弃我了。你也觉得那谢六郎的表妹比我好，我好难过，我不活了。皇帝一头的黑线，求救一样的看着太子。李端，出来。二表哥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就生气嘛。凭什么看不上我？我哪不好了？那薛大姑娘怎么就比我强？我让舅舅给我赐婚，他不答应，我就让他找人过来评理，他也不答应。所以你就撒泼哭闹，就这点出息？你小时候不是很厉害，看不惯就上手抢吗？那个李端呐，咱不行这样啊，不合适。我就是不服气。行了，今天闹也闹了，先回去吧。姑帮你说和说好。谢谢二表哥，二表哥你人最好啦。那舅舅，我明天再来。皇帝的脸顿时如同便秘一样，赶紧摆手让他走。离端县主噔噔的跑了。
阿雀，你可不能让那丫头糊弄了。那什么谢六郎，哼，什么玩意儿？睦州一案事情还没定论呢，那谢六郎现在都不算得清白。你说说，那谢六郎是不是故意的，想哄骗李端？李端小小年纪，最是容易受哄骗。那谢六郎简直居心叵测。还有，他那什么表妹，朕记得是不是定给了君瑶？哎，李端那个臭脾气，犯起倔来少不得闹个天翻地覆的，毁了别人姻缘怎么办？阿雀，你可不能纵着李端这么闹。儿臣知道了，待会儿儿臣去问问怎么回事。君瑶这次回来，听说兰夫人病重，想让她提早完婚，不曾想能卷进这睦州的案子。薛家大姑娘又是在舅父家中长大，想来是感情深厚，因此闹出了一些传言跟误会。还有这等事？许是赶巧了。前些日子太医院院正去看过兰夫人的病，用了药以后已经有了好转。若是不急在这一时，回去儿臣跟君瑶说一说，不妨将婚事往后拖一拖，也省得这仓促之间再闹出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。有道理，你且去安排安排，但也无妨。这祸不及出嫁女，何况只是外甥女。睦州一案，朕已经交代给老三，定要秉公处理。您说的是。儿啊，朕怎么听说你最近总是往别院那边跑？说是那盛家有个小姑娘针灸不错。好，好。既是如此，不妨召到东宫去，留在身边。你看，不必。父皇，儿臣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阿雀，朕不是那个意思。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怎么打扮成这样？我今儿打从吉祥街那儿过，一眼就看见那卖馒头的老婆婆在给她馒头吃的，我都傻眼了，还以为她真流落街头了。我分明已经扮得很像了，谁知道她眼睛怎么那么尖？眼睛？你的眼睛很漂亮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对，就是，你那眼珠子黑亮黑亮的，一眼我就看出来了。他们这么说，陆泱泱倒是舒服了，看来不是他的手艺不行。殿下，我听颜月说，县主就是离端县主去宫里找陛下了，他不会有什么事吧？他跟陛下说什么了？您能不能去帮帮他？他可不用姑帮忙，别担心，他已经回去了。陆泱泱听到离端县主回去了，跟着松了口气。回去了就好，回去了就好。他还真担心他横冲直撞的被牵扯进去。你先出去。严公子，东宫新入了几件兵器，奴才带您去瞧瞧。好。离端去找父皇说，他要嫁给谢六郎，但是谢六郎拒绝了他，说他只钟情自己的表妹，吵着让父皇给他做主。什么？那这怎么办啊？陛下该不会真答应他吧？父皇不可能答应。睦州的案子还没有定论，谢家仍是戴罪之身，谢六郎也要受牵连。他这么一闹，父皇一定会格外关注这个案子，就算不严办，也会秉公处理。老三想暗中操作，怕是不可能了。他怎么想到的？8成是姑母给他出的主意，但这事儿也只有离端这么闹才有用。父皇刚刚说让姑去协调一下，想让君瑶的婚事往后拖一拖，等睦州一案定论之后再说。殿下，谢谢你，多亏了你跟县主，若不然大哥这婚事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你也别放心的太早，姑收到的消息，阿瑶出京是往睦州去的。睦州离京城可不近，若想来回这一趟，起码要几天几夜。阿瑶一向守信，若赶在婚礼那天，一切就还没有定数。除非阿瑶出面，否则其他人没法去向圣国公府提婚事延期的事，广平侯府也不会同意。什么？陆泱泱再次被惊住，大哥竟然去了睦州，那必然是为了薛婉宁去的。大哥这个时候还要亲自去一趟睦州，许是真的很在意薛婉宁。我该不会做错事了吧？
我应该先去问过大哥的。你是为了阿瑶着想，那什么时候问，都是来得及的。谢谢殿下。尝尝东宫的点心，新来的厨子。转眼就到了盛君瑶大婚这日，从头2天开始，盛国公府就开始准备了起来。姑娘，既然世子还没回来，那会不会有事情绊住了手脚，赶不回来了？那我们准备的人还有用吗？哼，当然有用，有没有人信不重要，只要薛婉宁今天让盛国公府丢了人，往后她的日子也别想好过。按照计划行事，迎亲的人到广平侯府之前，一定要把薛婉宁跟人私会的事情给我捅出去，最好捅到父亲面前去。国公，时辰已经到了，实在是不能再拖了。马上迎亲的队伍出门，宾客也要开始进门了。去，让二公子换上衣服，先替世子出门。洋洋，不好了！啊，怎么了？二哥，大伯让二哥穿上大哥的衣服，先去迎亲了。你快点把大哥找回来，不然可真赶不上了。陆洋洋瞪大了眼睛，他还真没想过这个操作。哎，洋洋，快，有消息了，跟我走。你在府里待着，要是大哥回来，你让他去吉祥街那个兵器铺找我，听到了吗？不是你怎么是姑娘？哎呀，说正事，你发现了什么？还是府里那老太太，今儿个突然发了疾病，原本以为是老毛病啊，喂了药，结果从午时开始就慢慢不好了，说不得就熬不过今天了。现在那广平侯府啊，那是吵成一团，说什么都有。哎，有说薛大姑娘这亲结的不好，克老人，还有说什么一定要死捂住这个消息，千万不能传出去。无论如何，先把大姑娘嫁出去再说。哎呦，现在还关着门吵着呢。他们家老太太这病来的太蹊跷了。哎，但她本身就有疯病，说不得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。陆洋洋听到这个消息，只觉得脑子里轰隆一声，他一定是见过三殿下之后，弄清楚了彼此的筹码，不想嫁给大哥，所以才走了这步棋，对自己的亲祖母下手，要借着守孝来毁掉这门婚事。公子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盛世子回来了，他直接去了广平侯府，李端县主也去了，说他要去抢婚。你说什么？李端县主一听到盛世子去了广平侯府，就头也不回的追过去了，说要去抢婚。他可真是疯了，简直胡闹嘛！这世界上就没有比他更不靠谱的人了。哎呀，你别说了，快点追过去拦住他！我得去一趟广平侯府的内院，我去看一眼广平侯府的老夫人。你去，务必拉住李端县主，别让他闹出什么事。我知道了，那我们分头行动。抱歉，是我唐突了。世子这个时候来，是什么意思？我去了一趟睦州，时间仓促，只拿到了一部分口供。你的舅父谢征年谢知府确实并未收受贿赂，也没有贪污修建堤坝的钱，但此事他知情。他明知道睦州大坝修建偷工减料，账目造假，却默不作声，甚至帮忙遮掩下了此事，这才导致睦州水灾，堤坝被冲毁，数万百姓遭难。所以睦州一案，他难辞其咎，当就罪论处。所以世子来就是来跟我说这个的，是吗？想借此来退婚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担心我舅舅会连累到你，是吗？我并非是来退婚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抱歉，你舅父的案子没有转圜的余地。盛君瑶从得知这件事的时候开始，就想要如何处理，先把事情弄清楚，看谢知府牵连了多少，是否还有可以转圜的余地。如果谢知府是被冤枉被牵连的，在可宽限的范围之内，他可以去想办法。但如果谢知府确实牵连其中，他也没有办法拿这个事情去以私废公。薛姑娘，你我的亲事是自幼定下的，我不会因为你舅父的案子就去动摇这桩婚事。
我知你在为此事费心，也希望此事尚且还能有转圜的余地，但法不容情，睦州百姓也是无辜的。我舅舅就不无辜吗？是他想要同流合污的吗？他在睦州兢兢业业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只看到他知情不报，那你让他如何去报？让他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睦州的官僚吗？他跟你们不一样，他没有背景，没有后台，有谁会听他说话？他若是将此事爆出来，他根本活不到现在。他背后还有一大家子人，你让他拿着全家人去陪葬吗？你说的轻巧，不过是因为你没有在那个处境之中，你不知道地方官员的不易，不知道他们的辛酸和无奈。谁不想两袖清风，名留青史？但你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？世子，我自幼丧母，在舅舅家中长大，舅父舅母与我就如同父母一样，我没有办法看着他们受苦受难还无动于衷。世子既然不愿意帮忙，就不要装得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，我不需要。这门婚事，世子若非真心，也就此作罢吧。婉宁高攀不起。薛婉宁，你少装模作样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你表哥早就两情相悦，你不想成亲就直说嘛，你装什么装啊？什么叫不是真心高攀不起？你要真这么想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我的事应该与县主无关吧？县主这么关心我的亲事，是别有图谋吗？听说县主这2日进宫，闹着要嫁给我表哥，莫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？什么醉翁之意不在酒？我看你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。你说盛大哥不是真心，你呢？你是真心的吗？你敢不敢发誓，你说你是真心想要嫁给盛大哥的？你要不是，那你现在就天打雷劈，这辈子都得不到真心，你敢不敢？我只是不知何处得罪了县主，让县主这么大闹我的婚事。你少给我装！县主，稍安勿躁，抱歉，今日惊扰了薛姑娘，还请薛姑娘暂时将其他人请出去，让我把话说完。世子这般欺辱我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世子纵容县主这样大闹我的婚事，可见对我诸度不满。是婉宁福薄，世子请回吧。若再不走，怕是整个京城都要来看笑话了。世子当真要逼死我吗？薛婉宁倔强地看着盛君瑶，忽然伸手拿起了桌子上的剪刀，站起来后退2步，将剪刀抵到了自己的脖子上。姑娘，你快把刀放下！姑爷，不，世子您行好，您不能这么欺负我家姑娘啊！今日本是她跟您的成亲大喜，尚未过门，您就要这么欺辱她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啊？谁欺负她了？我真是受够了你们这些装象的玩意儿！想玩自杀威胁我是吧？让我跟你背锅，说是我闹的，你成不了亲是吧？行，薛婉宁，本县主告诉你啊，你胆敢把那剪刀插进去，我就昭告天下，你为了跟我争表哥，以死相逼跟盛世子退婚，不就是胡扯八道吗？我们看啊，谁更丢人？本县主这名声反正是不好听，大不了我一辈子不嫁人，反正我娘会养我。薛婉宁攥紧了手中的剪刀，指骨都泛了白。她早听说离端县主是个混不吝的玩意儿，今日一见，当真是名不虚传。若被他这么闹下去，他就算顺利退婚，也要惹得一身骚。薛婉宁垂眸看向自己的丫鬟，丫鬟对上他的眼神，一下子就明白过来，冲着门口的仆妇使了个眼色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，老夫人她走了，我可怜的姑娘呀！祖母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是我错了，我不该痴心妄想，是我害了祖母。姑娘，你别这样，
祖母病了许久，那道士的传言不可信，只是说府上最近不宜办喜事，会冲撞老夫人。可这婚事也不是您能做主的啊！祖母，我要去看祖母。县主，这里混乱，你先回去。我不走，我是来抢婚的，除非你跟我一起走。县主，我心里有数，会好好处理的，你不必担心。我知道你跟泱泱是好朋友，劳你为我的事情奔波，我心中甚是感激。你先回去，跟泱泱说信我，好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阵的吵嚷声。陆泱泱瞧见了黎端县主，眼皮轻抽了一下，飞快地给他使了个眼色。天哪，老夫人，你死得好惨啊！陆泱泱往前走的脚步差点一软。父亲，母亲，婉宁有罪，若因婉宁的气势连累祖母，婉宁万死难辞其咎，又岂能在这样的日子里成亲？还请父亲母亲恩准婉宁回老家为祖母守孝，待满了孝期再商讨婚事。婉宁啊，父亲，婉宁心意已决，请父亲成全婉宁的孝心，也请世子成全婉宁的孝心。贤婿可莫要误会呀，婉宁她是被吓到了，你可千万别听她胡说，这婚事可万万出不得岔子呀，这大喜的日子宾客都要到了，你看这，哎呀，我们老太太就是最近脑子糊涂，吃错了东西，幸亏了你们家这位这位表姑娘，不知道怎么扎了那么几下，吐了一场，这已经没事了。贤婿，这迎亲的队伍都到了，急事可耽误不得呀，你说是不是？老太太，可以睁眼了，有戏结束了。你答应我的糖呢？啊，我的糖，说好了我装睡给我糖的，哎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！陆泱泱从荷包里摸出一把糖块，放到了他手上。薛大姑娘，贵府老夫人所患之症乃痴症，容易忘事，但只要细心照料，再活个10-20年也不成问题。不知道薛大姑娘着急守的是哪门子孝？哦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合着就是薛婉宁你不想嫁给盛大哥呗？那你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啊？你干脆承认你跟你表哥私情退婚不就更好吗？怎么一会儿要拉着本县主跟你背锅，一会儿又成了你克死了你祖母？你祖母这不好端端的吗？你不想嫁就不嫁呗，装什么装啊？我真的是长见识了，你这心怎么这么黑呢？误会都是误会呀！哎呀，今儿个老太太突发疾病，可是把我们都给吓到了，才闹出这样的误会。贤婿，你可万万不能误会呀！你跟婉宁的婚事可是从小定下的，3书6礼都过了，都要成亲了，你可不能不守信呐！你要是退婚，让我们婉宁怎么活？让我们广平侯府的姑娘日后如何嫁人呢？广平侯见他这么说，盛君瑶还是无动于衷，干脆心一横。这样吧，只要贤婿开口，我这几个女儿你看上哪个，今天都可以直接带走。你无耻！侯爷，你们家可真有意思啊，嫁女儿嫁到这份上，提前商量了吗？不如我们先回去，你们慢慢商量，看到底你们家大姑娘是想不想嫁，你们家老夫人是不是被喜事给冲撞了，还是哪个愿意嫁的直接跟着走。还有你们家老夫人这吃错东西也吃错的十分蹊跷，不如再找个太医来诊一诊，看到底是吃错了什么。世子，婉宁福薄，承蒙世子厚爱，只是不知何处得罪了县主跟这位陆姑娘，让他们这般针对我，在大喜的日子闹出这样的事端。你我的婚事就此作罢吧。他屈辱地闭上眼睛，仿佛在被动地承受这番不公的命运。薛姑娘不必妄自菲薄，也不必将今日之事推到县主和舍妹身上。你我自幼定亲，虽未有机会互相了解，但瑶自始至终不曾想过要毁约。得知你有难处，我亦想尽力周全。
希望你能谅解。上次护国寺偶遇，我说过，我自来不愿做强人所难之事。若你想退婚，我愿意成全，也会尽全力维护两家颜面。自古结亲，乃结两性之好。若其心有意，必成怨偶。何谓有意？并非是另有所属，而是所思所为所向不能达成一致，观念不同，难以同心。我想姑娘听得明白我的意思。薛婉宁蓦地看向盛君瑶，一瞬间心绪复杂，仿佛自己所有的谋算都在他眼中无所遁形。他什么都知道，知道他求过三殿下，知道他想要以他为筹码搭上三殿下，更知道他今日各种发难指责以退为进，不过是想要趁机拖延这门婚事。世子，既然难以同心，那我与姑娘的婚事便就此作罢吧。我会同宾客解释，我有紧急军务要离京，如此便全了两家的面子，也算是我对这门婚事对姑娘的一个交代。盛君瑶拱手冲着薛婉宁微微一弯身，彻底断了这门婚事。薛婉宁即将说出口的话彻底被咽回了喉咙。贤婿啊，怎能如此，怎能如此啊！侯爷，只当我今日不曾来过便是。走，我们回去。薛大姑娘，你祖母身体好得很，可还能活个10-20年呢，下次可别让老人家吃错药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赶紧跟我说说，大哥怎么退的婚？大伯都快气死了，刚刚发了好大一通的火，我本来想留着看热闹的，被我娘给赶走了。陆泱泱把自己猜测的广平侯府老夫人的事情告诉了他们。你说什么？三人齐齐震惊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薛婉宁竟然会为了拖延婚事毒害自己的亲祖母。这不能吧，这也不太像啊。天哪，我以前怎么完全没看出来？只不过婉宁姐姐，不是薛婉宁，她确实也不怎么来府里啊，而且她真的不喜欢大哥，那为什么不早点退婚呢？大哥去边疆之后没多久赶上薛婉宁及笄，大伯母请人去送过好多次东西，也透过意思，若是对方等不及，这边可以主动提出退婚，不让他们为难的。好啊，我就说他哭丧怎么哭得那么及时呢？他还想甩锅给我，被我呛回去以后他就开始哭丧，气死我了。等等，所以你当时看到我带着广平侯府老夫人过去，是真以为老夫人已经死了？不然呢？陆泱泱一阵无语，怪不得他那眼神白使了，合着离端县主压根就没明白他什么意思。他当时就是想让离端县主别捣乱，他要用装睡的方老夫人炸一炸薛婉宁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反正就是可恶，就这么放过他，真是便宜了他。你说的对，太过分了，幸好这桩婚事没成。还有你，抢婚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怎么想到的？你们都看着我干嘛？是二表哥说的啊，看不惯就去抢嘛。我那天回去想了想也是，反正撒泼打滚都没用，那干脆就去抢好了。表哥原话肯定不是这么说的，况且有你这么单枪匹马去抢婚的吗？你傻呀！抢得到一个人就够了，抢不到千军万马也没用啊。哎呀，不管过程如何，反正目的达到了就是了。那还不是因为大哥心里早有打算，不然我们闹这一出也是白搭了。还真是让殿下给说对了。你嘀嘀咕咕的在说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们还不走吗？好呀，陆泱泱，有你这么过河拆桥的吗？我跑了一天我都饿死了，你竟然还要赶我走，而且我还没见到过邵大哥呢，他该不会真的就这么走了吧？又要离开京城啊？他好不容易才回来一趟，要是就这么走了，那不是连着跟他道别的机会都没有吗？泱泱，不然你今天留我在这儿跟你睡吧，我们怎么说也是过命的交情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们怎么过命的交情了？你救了我的命啊，怎么就不是过命的交情了？
我头一次知道过命的交情还能这么用。那你就留我过夜嘛，我保证不打搅你。不行，泱泱！离端县主气恼地瞪了他一眼，又转头看向盛云娇。盛小厮，娇娇，你……县主，不是我不留你，你也看到了，今天晚上整个盛国公府怕是都要彻夜难眠了，实在没办法留你，泱泱也不方便。好吧，那我明天来。说好啦。还有，要是盛大哥今晚就走的话，你们可不能不仗义啊，一定得要告诉我，知道吧？哎呀，知道了。颜月，你快送他回去。姑娘，表姑娘，不好了，国公爷传话各房，要你们去祠堂。祠堂？去祠堂干嘛？糟了，大伯肯定生气了，大哥要挨家法了。什么？逆子，你当婚姻大事是儿戏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今日盛国公府的里面都让你丢尽了？我同你说过无数次，那光平侯府早已没落，你想要什么样的闺女没有？早早退了亲事，选择一门对你有益的亲事，结果呢，你死活不肯，搬出你外祖父，搬出你舅舅，搬出什么信义规矩来加我，逼得我同意。如今倒好，我如了你的意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大婚当日退婚，你把盛国公府当什么？你把盛家的颜面当什么？你把你的父母亲朋置于何地？今日退婚，是儿子之过，我甘愿受罚。逆子，你说为何退婚？我听说这几日陛下着令严查睦州一案，我记得那薛家大姑娘的舅父正好就是睦州知府。